今天講悟寒，這是中醫史上啊常常被大家誤解的一個詞。不只是初學者不清楚，就是很多老師或者是臨床大夫啊，其實都弄不清楚了。所以呢，也很容易引起誤會爭執，吵到最後發現，原來大家說的對，都不是一回事。所以今天我們就要好好的學習這個悟寒。這個悟啊，好理解，是厭惡的意思，所以不念惡，念惡。那到底厭惡什麼東西？這就是引起爭議的地方。有的說法認為寒是寒邪，對吧？也就是大自然裡面的一種邪氣。那邪氣又自帶屬性，有熱的，有寒的。中醫裡啊分了6種啊，風寒暑湿燥火，6淫。那淫的本意啊是過分的意思，在這裡呢就是指大自然裡啊過分的不正之氣。比如有時候刮大風，一般的風沒事情，但有的人吹了風就生病那中醫就會認為這個是不正的，過分的邪氣啊，對，邪風，風邪啦，對。那麼寒邪呢，那就是過度的寒冷。比如我們講啊，冬天天氣很冷，凍壞了是吧？那夏天你開空調，吹得太多了，然後生病。那這種致病因素啊，都叫做寒邪。這是一種說法。那還有一種說法是寒症，症狀的症，就是以寒冷為主要表現的症狀。那這個也好理解。比如寒冷的時候，我們全身會發抖，是吧？那麼有寒症的病人啊，也會出現全身發抖的表現。或者是寒冷的時候，我们正常人也是喜歡去溫暖的地方嗎？是吧？地暖就溫對呀，比方說圍着火堆取暖啦，加被子啊，穿衣啊，對，泡溫泉啦。那麼我們就認為這個寒症的病人也有這些表現，就喜歡溫熱啊，不喜歡寒冷環境的這種表現，這是第2種說法啦。這2種說法都有道理，但是思維的模式啊是完全不同的。一個是邪氣論，一個是正氣論。對啊，角度，理論的角度不一樣。對，這個其實是中醫裡啊現在分歧最大的2個門派。大家都知道中醫很多派別是吧？歸納起來其實就2種，一個思辨，一個臨床。那思辨的話是以《黃帝內經》為代表嘛，那臨床派的話以《傷寒論》為代表。那這2種啊都有存在的價值，但是用途不一樣。思辨派呢就是觀察現象，然後解讀背後的原因，也就是我們說的理論啦。大家看《黃帝內經》其實就明白了，162篇，可以說是每一篇都是不同的人寫的，講的都是大家對臨床這種現象不同的理解啊，理論，科學家論文集，其實真的就是這樣，大家收集起來變成一本書啊，所以它是偏重在講理。那麼臨床派呢，那顯然就不一樣了。大家看《傷寒論》就知道了這本書其實被公認為目前中醫裡最實用的一本書。只要是很厲害的醫生啊，就一定是《傷寒論》用得很好的，經方很厲害，高手嘛。但是這本書也是被譽為最難理解的一本書，真的是難理解。裡面沒有多一個字對，裡面不講道理呀，都是講直接的臨床的一個現象。然後它是怎麼開方用藥398條，有點就像數學家的那種方程式。其實我們不需要知道背後這個邏輯或者是這個方程式具體是怎麼樣，我們只要套用公式就可以解題。所以它是偏重於臨床治療、用藥、處方這樣。不喜歡數學的話，就去《黃帝內經》來拍。對，道理是講得美美的，對啊。但是《傷寒論》這本書啊，好用啊，好用，但是又不能不講道理，是不是？那怎麼辦呢？其實歷代啊，就有超多解讀《傷寒論》的，對吧？大家都試圖啊，就給它加上理論的框架。那這些理論從哪裡來呢？《黃帝內經》對，真的是信手拈來啊，現成的。就中國最早注解《傷寒論》，給《傷寒論》做解釋的。陳無極啊。對，已經注經啊，他就是用《黃帝內經》，陳無極的注解《傷寒論》嘛。對，開了先門。對。當然我們說啊，《黃帝內經》用的是思辨的思維嘛，重在講道理。推導啊，推理。對，所以就會出現超多
多很會講道理的醫生，理論家，對啊，對，他們都出來給傷寒論解釋了，對吧？像以前的哲學歐洲哲學那一派，都是推導。對，而且你知道嗎？尤其是以前的很多醫生啊，都是讀很多書的文化人。講道理是還講不過他，對，甚至還有一些是做光的，然後退而就是文筆就更好了，所以寫的理論解釋啊，真的是精彩，這是問題來了，精彩歸精彩，是不是符合臨床事實呢？對吧？這就很難說了，因為啊，以前中醫可不像現在啊，就是會做大量的這種實驗來證明自己的這種理論啊、想法，對吧？那他們很多只是提出這個理論，並沒有驗證過啊，對吧？是不是？應該叫假說啊，對，這種在科學現代科學裡面真的是不能叫做理論，假說假設啊，對。而且現在科學還是要怎麼樣？就是這個實驗做出來有成績了，然後其他人做也有驗證啊，對，就不同人都驗證了，那個才算是对，這樣科學嗎？可是以前是這個講這個的，那個講那個，是這樣，大家都不對，古代很多中醫啊，沒有那麼嚴謹啊，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做實驗啊，因為都是臨床治病的醫生嘛，又不是科學家，是吧？只要能夠治病，把病治好了，那講道理其實就錦上添花，有的話很好。道理沒有的話也 OK 啦，這就導致了後來啊，中醫就是越發展越亂的，是不是？百家爭鳴嘛，對吧？因為你沒有一個驗證的東西啊，所以就變成大家講出來都是一套理啊。對，每個人都堅持覺得我這種解讀，我的理論是最好的，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套理論，誰也說服不了誰。所以呢，注解《傷寒論》的門派理論啊，這100多家以上啊，對，所以很多初學者就懵了。看一本書還好，有道理，看多了沒法看了，我信誰呀？我們現在的中醫的教材更可愛，都是取不一樣的。所以你看下去哇，是不會講嗎？對啊，我們那時候大學裡面就有這樣的一門課嘛，真的是諸子百家的課。對，傷寒論啊，這個。所以大家聽到這裡應該就知道了，就惡寒這樣一個詞語都有不同的解讀嘛。就是因為中醫發展裡面有這種情況發生了。那麼我們講惡寒第一種解讀啊，寒邪其實就是《黃帝內經》四辨派的一個觀點，很典型啦。這個病人冬天生病啊，那麼想當然肯定是因為天氣寒冷嘛，對吧？那麼為什麼以前的冬天不會生病，那就這個冬天他就生病了呢？原來是這一次冬天有不正常的、過分的邪氣，寒邪是吧？所以不能叫寒氣傷人，叫寒邪傷人。對，所以這個理論啊就是這樣推導出來的啦。那如果換成現代啊，科學家怎麼說？一定要找到這個寒邪是什麼鬼啊？寒邪的實質是什麼？那麼我們現在研究肯定要細菌病毒是什麼導致生病的，對吧？一定要抓出具體的這個來研究，那看他們有沒有寒的屬性。那麼臨床派啊就沒有那麼複雜的解釋了，他們就是只是看到病人最原始的他的一個表現症狀，對吧？不會過度解讀我看到什麼，我具體我就套上什麼講處方用藥很簡單，因為不解讀比解讀好，他們覺得臨床夠用就好了嘛，你還講那麼一大堆長篇大論，對呀，而且其實也不知道講的對不對，因為那時候畢竟科學發展有限，科學思維也不成熟，不知道具體符不符合臨床實際嘛。那惡寒就惡寒嘛，我們就看病人厭惡寒冷，全身發抖，這還解釋什麼你還就不去具體講。像我們後面什麼體溫調節中樞啊，什麼都通通不要。我們關鍵是治病臨床，那四辨派一般比較文藝一些。看你就比較文藝了，文藝比較高，是嗎？不理智嗎？你比較理智，所以重視的是說道理，對吧？一般這樣的醫生啊，教學為主，就你現在做啦，教大家養生，比方說道家怎麼防止生病、防衛病、健康百歲這些，真的是教學嘛。那臨床派呢，一般呢就比較理科思維一點，科學性更強，講證據要講證明。所以比較重視臨床，我是不是有用？更重視臨床，對，肯定是走臨床的路了，對吧？所以以前時常講到學中醫大家就會有2個問題需要理科的底子嗎？需要文科的底子嗎？現在給你
講都可以。對對，你思辨派、理論派都是可以的。就是臨床派。對對對，所以其實啊，臨床啊，像臨床派的話，他只要治病，但是其實你具體像我們以前跟的老師，你要問他講，其實很難講出個為什麼啊？對對對，沒有那個系統。其實我們目前接觸也有混合派啊，對對對，現在很多又會講又會治，這不是完美嗎？比較吃得開，對吧？所以就會形成一種風氣啊，誰的臨床效果好，他講的就是真理。對對對。啊，各門各派就形成了咯，對吧？還有一種混合派啊，它本身就是臨床派，但是也很會講道理。不過呢，它不是中醫那一套啊，沒有，而是現代科學證實的這些道理。這也就是最早的中西醫結合了。想到誰？在民國時期啊，西方知識開始傳入中國，那有很多中醫其實都有做過這樣的嘗試了。就你講理用科學，那我們臨床用中醫，就有一位比較有代表性的叫张家的张氏後代張锡存，他也被譽為啊中西醫結合的第一人，最早的典範。不過他比較特別啦，因為他是用西醫的術語去講，是更現代的那種話去解讀中醫。思維上呢，屬於是典型的中醫思辨派。因為當時的科學方法、科學思維在中國啊還不是很成熟，所以呢，他只是提出很多假設。那不過，因為他影響力比較大嘛，對對，所以大家都相信。臨床好啊，對，所以他的道理就是道理啊，對，都是對的。他也講過一個比較誇張的，那個是什麼？就是龍骨哦，講龍骨是從哪裡來的？不是動物，是龍。還有這個都能這樣對哦。對，他一定覺得，假說嘛，假說，可能那時候有那個考古化石啊，真的有龍骨，可能有影響到他。那直到近現代啊，科學思維逐漸形成以後啊，中醫才發展出一種比較臨床的理論派啊。我們呢也是這一門派的，就有點理智又有點感性啊，文化呢。就是我們治療用的肯定是中醫那一套，但理論方面呢，就是根據科學實踐證實過的我們才用，還沒證實的啊，我們也存以選擇性的來用了。這也是屬於中西醫結合，對吧？這種結合方式啊，是民國時期的名家陸淵雷老師提倡的。陸家，跟我們張家沒什麼事。因為他覺得中醫的優勢啊是在治療啊，治療效果和手段啊肯定是比西醫高明的嘛。但是呢，時常被人詬病呢，就是理論太過玄奧了。所以呢，陸老就主張理論呢用現代科學的。這個問題啊，當年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胡適啊也說過。他講西醫讓人明明白白的死，中醫讓人稀里糊塗的活。名句啊，對，這是為什麼？因為他當時得了糖尿病，西醫呢束手無策，然後他沒辦法找中醫嘛。當時的名醫啊，陸中安對，陸老也是結果就治好了，特別神奇。所以大家就知道啊，中西醫的優勢和缺點在哪裡了，對吧？當時還有一個很流行的說法，不懂是誰說，孫中山還是魯迅嗎？魯迅是牙醫的，對，很可憐。他說的嘛，就是說，就也是那句話，就是中醫讓人明明白白的稀里糊塗的活西醫讓人明明白白死。確診你還剩1個月，對，但是我選擇稀里糊塗的。那肯定啊。好，我們今天跑得有點遠啊。話說回來，那既然講《傷寒論》呢，那我們就要重點講一講臨床派對物寒的理解。這個我們下次再談啊。如果喜歡我們的視頻啊，訂閱、點讚，然後評論，想出去歡迎留言，我們下次再見。